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党剑。道德经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世间万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体验过，在你的脑海里可以任由你的意志创造任何东西，它甚至可以不受物理法则的制约。你可以想象自己一跃而起，跳到高楼的楼顶，你也可以在脑海里无数次的想过你把和你吵架的人说的哑口无言的场景，你也可以一遍又一遍的期待久别之后和爱人再次相见的喜悦，在脑海中的创造，说的就是三生万物的场景。之前3集和大家讨论过神经元感知机，这个就是道生一，一个智慧开始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解决上一集遗留的问题，如何用神经网络来实现易惑。这一步就是老子他老人家说的一生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什么是易惑。易惑就是两个输入 x1 和 x2 相同的时候，输出是0，输入不同的时候，输出就是1。这里的输入也是二进制的0和1，画成表格就是这样的。我们再把表格画成坐标系里面的点，同样黑色的点代表输出为1，白色的点代表输出为0。x1 x2 分别等于00以及11的时候，输出就是0，也就是白色的小圈。x1 和 x2 分别等于10以及01的时候，输出就是1，也就是黑色的小圈。这幅图上和上一期我们聊过的宇门和惑门的图形有什么区别吗？我们再把这2幅图重新给大家展示一下。3幅图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为什么宇门惑门可以用一个神经元来表示，而易惑不可以呢？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对的，有观众朋友们已经想到了，因为宇门和惑门的黑点和白点虽然位置不一样，但是它们可以用一条线把它分开，黑点和白点分别处在这条线的两边，而易惑不行，这条线无论你怎么画都不可能把易惑的黑点和白点分开。大家还记得神经元的数学公式吗？让我们再重新复习一下，就是输出 y 等于激活函数 f， 然后一个括号里面就是西格玛 i 从0 wi 乘以 xi。 这里无论你用怎样的权重值，也就是说无论你 wi 取任何值，无论你采用何种的激活函数 fx， 你都无法把易惑的黑点和白点分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易惑的黑点和白点就是不能被一条直线分开的。数学上有个术语叫做线性不可分。上一集我们提到的马文明斯基 Marvin Lee Minsky 写的一本书《感知机 Perceptrons》，在这本书里他就证明了单层的感知机，换一种说法就是你并联再多的神经元，你都无法把易惑的黑点和白点区分开来，就是因为并联再多的神经元，它依然只能把线性的问题进行分类。如果画成图形，就是它只能对这样的图形进行分类，而对这样的图形它是毫无办法的。明斯基的《感知机 Perceptron》一书彻底浇灭了美国政府和民间对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情，这样的低谷持续了数十年之久，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就过去了。也许你是一个天才，但是只有当时代来临的时候，你才会随风而起，恰似唐代诗人李白的那句话：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但是往往人生却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二战的时期，太平洋海战中空军对舰船最有效的打击方式就是俯冲轰炸。可惜二战以后，地面防空武器的战斗能力提高，战斗机的精准投弹能力也提高了，俯冲轰炸从此也就走进了历史。而很多在二战中特别擅长俯冲
轰炸而大放异彩的一些飞行员英雄们，比如说查理·哈尔西·贝斯特 （Richard Halsey Best），也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成为兰德公司的职员了。小小的感慨一下人生的变幻莫测与命运的造化弄人。好，让我们言归正传。那么怎样来解决易货这个问题呢？其实早在明斯基感知机 Perceptrons 这本书发表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虽然并联再多的感知机都没办法表示易货，但是将神经元分层串联起来，就可以解决单层感知机无法完成的非线性分类的。可惜吧。一方面呢，是那个时候确实计算机的算力还远远的不足，很难支撑多层神经网络的计算。另一方面也只能归咎于社会风向的转变了，人工智能的泡沫破裂了。无论如何，让我们先看一下多层神经网络是如何解决易货问题的吧。其实方法非常简单，让我们来观察一下易货的图形。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一条线没有办法把黑点和白点区分开来，但是两条线就可以了。就像图像所示的这样，只要上面这条线的左上方大于0，下面这条上线的右下方大于0，那么黑点就可以被这两条线所分开。为了操作方便，我们可以把易货这幅图分成两幅图。第一幅图我们放弃右下角的黑点，这样这幅图就变成了一个只有中间有2个白点和左上角1个黑点的图形。第二幅图我们放弃左上角的黑点，这样这幅图就变成了一个只有中间2个白点和右下角1个黑点的图形。然后我们需要找到这两幅图中黑点和白点的分界线。当然和货门与门一样，这条线是有无穷多的，那么不仅可以上下移动，那么也可以进行一些转动。我们先来找第一幅图的分界线。我们这里直接就给出答案，这条线就是 S1 等于负的 X1 加上 X2 减去 0.5。显然这个权重 W1 等于负1 W2 等于1，那么偏置 B 等于负的 0.5。然后我们使用上一集的激活函数 fx， 那么也就是 fx 里的 x 大于0的时候 fx 等于1， fx 里的 x 小于0的时候 fx 等于0。那我们就输入 x1 x2 的值来做一个计算。当 x1 等于0 x2 等于1的时候，计算 s 得到 0.5， 将 0.5 带入集合函数 fx， 那么 x 大于0，所以得到的输出为1。当输入 x1 等于0 x2 也等于0的时候，计算 s 得到的是负的 0.5， 将负的 0.5 带入 fx， 由于负的 0.5 小于0，所以得到的输出是0。那么我们再把 x1 等于1 x2 等于1也带入进去，那么计算得到 s 等于负的 0.5， 那么因为负的 0.5 小于0，所以最终得到的输出也是0。是不是完全符合这幅图的一个要求啊？那么虽然在这幅图形中我们去除了右下角的黑点，但是呢，这个黑点也就是输入 x1 等于1 x2 等于0的情况，我们也来试图的做一个计算。那么得到的是 s 等于负的 1.5， 那么带入激活函数 fx， 那么显然x 小于0，负的 1.5 小于0，所以输出的结果也是0。也就是说，使用这些参数的情况下的这个神经元呢，当输入是 x1 等于1 x2 等于0的时候，输出的是一个白点，那么显然和这个我们需要的易货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应该是一个黑点，但它的结果是一个白点。不过呢，大家不用着急，我们不是还有另外一幅图形嘛，对不对？把这幅图，还有另外一个图形，那么这幅图呢，放弃了左上角的黑点，只保留了右下角的黑点的图形。
划分这幅图形中的黑点和白点，那么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么一个神经元，它就是我们称之为 y2 吧。那么 y2 等于激活函数 f， 然后里面是 x1 减 x2 减 0.5。那么这里我们把激活函数以及带有权重的 w1 w2 以及偏置 b的公式全都放在了一起。显然这个公式告诉我们，这个神经元的权重 w1 等于1 w2 等于-1 b 等于负的 0.5， 其中激活函数依然是当 x 大于0的时候 f(x) 等于1， x 小于等于0的时候 f(x) 等于0。好，那我们就输入 x1 x2 来计算一下。当输入 x1 等于0 x2 等于0的时候，计算 s 得到负的 0.5， 然后将负的 0.5 带入激活函数 f(x)， 由于 x 小于0，所以得到的输出是0。当输入 x1 等于1 x2 也等于1的时候，那么计算得到 s 等于负的 0.5， 将负的 0.5 带入激活函数 f(x)， 那么得出来最终的输出结果就是0。那么当输入 x1 等于1 x2 等于0的时候，计算 s 得到的是 0.5， 将 0.5 带入激活函数 f(x)， 那么由于 x 大于0，所以最后得到的输出结果就是1。是不是这个神经元也完全符合第二幅图的要求呢？同样，虽然在这幅图形中我们去除了左上角的黑点，但是对于左上角的这个黑点呢，也就是输入 x1 等于0 x2 等于1的情况，我们也来做一个计算，得到 s 等于负的 1.5， 那么带入激活函数 f(x)， 那么由于负的 1.5 小于0，所以输出结果也是0。这个一点也不奇怪啊，和第一幅图的结果类似。那么这个神经元的分类，对于我们已经剔除那个左上角的黑点，输出结果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再对比一下异或的图形，就可以发现这两条虚线对黑白点的划分都只能对3/4，就是说拆开以后能对，但是放在一起就不对了。而对于左上角的黑点以及右下角上的黑点呢，都只能有一幅图是对的，而另一幅图是错的。这可怎么办呢？可以想一个办法把这两幅图的结果拼在一起吗？当然有了，要不然人工神经网络能发展到像今天这样神奇的地步吗？我们只需要把之前2个神经元的输出再次输入给第3个神经元，让这个第3个神经元来完成它对2幅图像的整合。比如说，当输入 x1 等于0 x2 等于1的时候，第一个神经元的输出是1，那么第二个神经元的输出是0。那么我们把这2个神经元的输出的结果，也就是10输入给第3个神经元，希望得到一个和异或一样的结果，也就是1。那我们这里呢，也就直接给出一个答案，第3个神经元它会是这样的。这 y3 就是第3个神经元的输出等于 f(x)， 那么激活函数里面是 x1 加 x2 减去 0.5， 也就是说第3个神经元的权重 w1 等于1 w2 也是1，偏置 b 等于负的 0.5。 同样我们依然使用 x 大于0时 f(x) 等于1， x 小于0时 f(x) 等于0的激活函数，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2层的神经网络了。第一个神经元和第二个神经元相互并列，它们的输出给到第3个神经元，然后让我们计算一下结果。当输入 x1 等于0 x2 等于1，第一个神经元的输出结果是1，第二个神经元输出的结果是0。那么我们把这2个神经元的输出结果，也就是1、0，再给到第3个神经元，带入上面的式子 y3， 那么就可以得到0.5， 再计算激活函数的值，就得到的是1。同样，当输入 x1 等于1 x2 等于0的时候，第一个神经元的输出是0，第二个神经元的输出是1。我们再把这2个神经元的输出结果，也就是0、1，再输入给第3个神经元，带入上面的式子，得到的也是 0.5， 然后再输入激活函数的值，得到的是1。
大家有没有看到，对于 x1 和 x2 输入分别是10和01的时候，经过第三个神经元，我们就得到了异或一样的值。那就有朋友就会了，如果是输入是00和11呢？那么我们把00和1也带入进去，那么经过第一个和第二个神经元之后，我们得到结果都是00。那么再把00带入第三个神经元，我们得到输出的结果也都是0。然后我们把这些结果画成表格，再和异或的结果对比一下，一个完美的结果就出现了。这里处在第二层的神经元的作用，就是将之前2个神经元的结果做了合并，它本质上其实是对2个神经元的输出的结果做了一个或的操作。用图形来说话的话，就是这2幅图就会被叠加起来。原来如果是白点的话，结果还是白点；如果这2幅图里面同一个位置有一个黑点的话，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黑点。就这样，我们用了一个最简单的2层网络，第一层有2个神经元，第二层甚至只有简单的1个神经元，就完成了对异或的操作模拟。结合上一集提到的单个神经元可以模拟宇门和或门，今天我们又成功的实现了异或的模拟。这些计算机中最基础的操作都可以被神经元完成，也就是说，神经网络本质上是完全可以实现，或者说模拟我们现在用计算机和手机实现的功能的。也就是说，今天计算机和手机能做的事情，本质上神经网络是都可以做成的。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你如何去设计神经网络，如何去训练神经网络。让我们下一期继续我们的神奇之旅吧，去进一步解开神经网络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吧。下一期我们将把神经网络推向更多的层次，更复杂的结构，还请大家关注啊！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